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徐巧芯委员、李明贤议员、陈凤馨小姐。好，那么大陆呢发射这个长征7号 A， 发射升空85秒，然后呢爆炸，一个巨大的火球，那很多人在现场拍照嘛，他们搞不清楚，还以为说火箭脱离了，就没想到是爆炸了，那这个到现在，这是今年第4次失败，今年已经是第4次了那1月17号在西昌，它有4个地方发射失败32号卫星10件，4月3号在这个东风发射呢这个失败然后1月17号在古神星2号在酒泉发射失败，那这是在海南的文昌发射失败所以呢基本上有4次了那本来这个他们都觉得哇发射火箭是件大事嘛，抛上网，结果一爆炸以后，你看这个一个火球，影片就被下架了那另外呢，马斯克说呢，发射火箭真的很难马斯克当然很厉害了以前美国发射火箭都是 NASA。NASA 就是太空总署，他们这个 NASA 发射太空总署，那发射就一次发射就完了。那这个马斯克开始回收的所以回收，所以就你知道那个效率就高很多嘛，这个价格也降很多。但是他也说，要火箭呢要发射是很困难的那另外呢，这个长江7号改任务失败，所以大陆的登月计划恐怕会受到波及可能会受到延迟那它除了官方发射，民间也有发射，叫蓝箭航天因为长征7号这个发射失利，所以蓝箭航天本来有个这个发射计划11号本来就要发射了现在呢也据说被推迟了那我刚这个1986年我记起来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洛杉矶，那挑战者号要升空，这个载着太空梭上去爆炸结果呢这个让美国的太空梭计划停飞32个月，为了一直研究到底为什么，常常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大的这个零件，一个小的地方就可能导致整个这个火箭发生事故我们看一下。民众高举手机记录火箭升空瞬间，没想到意外突然发生。原本一路上升的火箭突然爆炸，火光瞬间扩散，在黑夜中烧成巨大火球。大陆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搭载中星4B 卫星，10号晚间8点02分在海南文昌發射場發射，結果在升空後不到90秒突然炸開。官方暫時未有公布意外嘅具體原因同後續任務安排。大陆官媒新華社在火箭爆炸後約3小時發文證實，並表示具體爆炸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中國國家航天局也還沒有對外做出進一步說明，而這不是長征7號改火箭第一次遭遇發射失利。火箭飛行出現異常，發射任務失利，後續將組織專家對故障原因進行調查分析。2020年3月首飛任務時，長征7號改火箭也曾因飛行異常發射失敗，而最近一次發射任務則是在今年7月29號。它是新一代運載火箭裡的一個主力火箭，也是高軌火箭的第一型，它後面的任務也已經排得比較多了。長征7號改火箭是在長征7號基礎上升級，主要用於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2021年發射成功，填補了大陸高軌中型運力空白。如今經傳爆炸，哈佛史密森尼天體物理中心分析，火箭在相對較低的高度和速度下解體，意味着載荷和火箭殘骸都未進入軌道。好，大陸今年發射4次，到底為什麼失敗？可能各有不同原因我們看這個1986年這個挑戰者號，7個太空人，那是載人太空人，這是無人的，通通死了還包括一個平民老師，我還記得一個女老師，然後學生家長還在看發射，老師炸死在裡面，多慘啊！後來原因查了半天，原因是什麼？因為那天天氣變冷了以後呢，一個那個這個火箭推進器的接合，因為接合有一個 O-ring。英文叫 O-ring O 型環，大家沒有黑黑的，才能把固定的就是說結合的地方 O 型環，因為太冷以後凍僵了，然後那個效率就差了，那邊漏氣的。這麼小一個火箭多少錢？那個 O 型環可能2分美金、3分美金的這個環，我們在做實驗常常用很多 O 型環，就一直爆炸了。所以
原因到什么一定要查，有时候可能很大原因，有时候很小原因。那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这个太空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的哦，那为什么会造成今年4次都发射失败？来，凤馨怎么看？虽然我们讲说4次失败，可是为什么这一次特别受瞩目？因为这4次失败当中，其实有2次它是民用的、商用的这个火箭，而且它其实有实验性质。比如说像1月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发射的谷神星2号，其实它是在测试一种新的火箭的一种方式。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新的火箭测试的话，比较不会把它视为一件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在火箭当中，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失败是常见的。又或者像4月3号那一次呢，它也是民用的这个商用的这一个运载火箭，它是天龙2号。它不但是自己的火箭是测试中，就连那一个发射的基地东风发射基地，它都是民间商用的，而且也是在测试当中。所以像这种测试中的，其实一般都比较不会把它视为重大的事件。那么反而是呢，今年第一次的长征3号乙，还有这一次的长征7号甲或者长征7号改，这一次呢，它会特别受到瞩目啊。那么受瞩目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中国大陆在这个高空呢，它的这个轨道就是跟这个地球的这个转速呢一致的这个同步的这个轨道呢，它是很重要的运载火箭，它的发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啊，因为它过去已经发射了到连同这一次18次了。因为它是长征7号改过来的，好，那长征7号现在也在运作当中。那长征7号改，它从2020年的3月第一次发射，那一次任务算是失败，可是并不是爆炸，而是说呢，它因为发射呢中间出了问题，所以它没有办法成功的把它的运载的卫星，然后投射到预定的轨道，所以它算是失败。那么之后呢，16次哦，从2020年3月第一次到现在已经是16次，这第18次了，所以总共呢中间有16次的成功，而且它最近这2年极为密集，去年它就发射了6次，那当然6次都成功了哈，今年这一次是第4次，表示说它前面已经发射了3次，而且因为通常2、3、4月因为气候啦各方面的因素，它比较不发射。你看到过去他们的记录大概都集中在从5月开始，会一直到11月这一段期间，是他们密集发射火箭的这一段期间。所以像长征7号改，它今年的5月27号发射第一次，6月23号发射再一次，然后7月29号。再发射一次，你看不到15天的时间，它这一次是发射第4次。那第4次这个爆炸，我觉得国际上面在观察火箭发射失败，因为它是一个理论上来讲应该已经很成熟了，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各方面都已经非常熟悉，所以它会特别受到瞩目啊。我觉得影响登月计划应该不至于，因为它的登月计划是长征10号在执行，而并不是长征7号改。长征7号改在它的长征系列当中，其实个头并不算特别大，它的载运的这一个筹载量也并不是那么的大，它比不上长征5号，也比不上长征9号跟10号，所以呢。那么，长征7号改呢？这一次受瞩目是说，你这么成熟还会出问题，那你多久能够找出问题来？你有多久的时间能够很快的改正？让你下一次的发射是什么时间？能不能成功？这一定是国际上面观察的一个重点。不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马斯克的这个评论，他说发射火箭真的非常难。我看过马斯克的自传，马斯克自传当中，这是一次就是他发射火箭，哈，他成立这个 SpaceX， 然后他要做 Starlink， 其实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梦，因为最终的目的他是要载人，然后去移民到火星嘛，哦，他先就是他很有执行力，然后非常务实，但是他当时啊发射火箭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从 zero 开始做哦。0哦，他是回到第一性原理，然后把所有的基建全部找出来之后呢，自己找供应链，然后自己做。他没有拿 NASA 的钱，他跟 NASA 签的约是：我成功你才要付钱，我如果没有成功你就不用付钱。他3次失败，到了第3次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钱都烧光了。后来呢，他是东凑西凑，
硬凑出来了一笔钱，然后呢就做了最后这一颗的火箭，幸好他成功了。因为如果他那次没有成功的话，各位其实连特斯拉都倒了。就不是只是 SpaceX 不会存在，也不是 Starlink 不会存在，而是就连特斯拉那个时候都濒于倒闭的边缘，所以他会这样子感慨的说，他现在绝对是全世界就发射火箭，还有做低轨卫星，他做的是最强的。其实整个中国大陆大概就可以跟他一家比拼，或者我是说，那么他一家就抵美国的整个的力量哈。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人类各种技术的综合。那中国大陆这一次国际上面都在瞩目，重点是它能够多久时间找到原因，多久时间能够让它重新的回到发射的这个火箭场。很明显。其实截至到今年5月为止你知道吗？大陆它的那个火箭发射已经多少次？645次嘞。所以你说它今年失败4次，然后就足以证明说它的技术能力或它的发展是不足吗？我看也不能这么武断啊。过去总共到今年已经发射640多次，所以不论是低阶或高阶的，它发展包括在商用卫星发展，这个都很成熟了啦。所以当他走到要载人的部分这一刻，你说这是发射失败，今年4次，然后就足以证明说他连载人连登月都不成功，我觉得这太武断了啦。所以包括很多青鸟、很多绿媒说，哇，大陆航天发展是一大挫折。我就讲这种话，真的，大陆这几年发展，不论是中阶的或低阶的，或甚至高频的这一些，最主要因为马斯克他出来说抢了商业卫星这一块，希望可以低成本啦。那这个到底有没有竞争？这个后续当然值得观察。所以马斯克讲说，这部分当然发射卫星很难，这个有没有对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市场竞争的关系？中国大陆未来是不是说在发射卫星这一块跟马斯克有没有竞争关系？这个当然后续可以值得讨论，只是说你足以武断说中国大陆发展就不行了吗？我认为这个太过于武断了，所以这是当然相关的原因到底是机械原因还是人为原因找出来。那中国大陆它也没有给你掩藏啊，包括它的相关的那个新华社啊，还有央视，其实都有类似的报道啊，甚至他们释出的画面都有啊。所以到底第一个，中国大陆它在航天领域的发展确实逐步赶上美国的脚步。那第二个，从台湾当然有发射卫星，我们有委托，包括华为委托美国有发射卫星啊。可是这一部分，我觉得台湾相对还是比较落后。那对于中国大陆这一块，我觉得如何未来有没有合作的空间，甚至他的脚步走到哪一步，我觉得后续我们再持续观察。不过我想要补充一句，因为我刚刚提到说，今年这第4次，前面有2次是民间的商用的这个火箭发射公司，所以它包括了造卫星的公司，包括了火箭发射的公司，然后还有包括了发射火箭的基地公司。都有民用的商用的公司了，所以它已经不是只是用国家的力量去这个造这些东西航太的技术，而是它民间现在已经用商用盈利的方式在运转这些事情。这一件事情，其实它那个发展才更值得来观察。不过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像这种科学的实验哈，中间会发生这个事情是很正常的，不可能任何的这个工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中间不遇到像这种实验的失败哈。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这种尖端科技、尖端工程它带动很多科技，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它如果说将来能够在太空科技能够这样跟美国，当然跟美国还差了。但是呢，在那边追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轻忽了，就是说它带动其他的相关科技，那是不容小觑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举行汉光40号演习10天9夜那昨天在中部。后天礼拜4在北部下午2点半到3点呢，这个网络的他说是降速那降速呢，后来呢，葛如君立法委员他专家嘛，他去台中那边测试，他说根本断网根本就测不出来，网络根本没有所以昨天我不是开玩笑吗？我说你说我没有节食我有吃饭然后我只吃1口饭，那1口饭有什么用呢？那他们说连1口饭都没有，1%嘛，它剩下1%，1%就不可能会连通嘛，所以呢，
这个葛如君说真的断网不是降速了啊，不是降速。那后天北部要注意了哦，这行动网络的断速演练啊，中部人实测说崩溃了，降到像断网，所以你就干脆说就是断网了，不可能会连得通嘛哈。南投民众也哀嚎，说赖的讯息也传不出去啊，反正你只要那边有网络就很麻烦了哈。那后来那个卢秀燕昨天有问了哈，说为什么昨天在中部，礼拜四在这个北部，为什么南部都没有？钟嘉宾民进党委员说呢，你们北部中部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南部为什么没有？因为呢，在去年丹纳斯台风，南部严重受创，所以呢很多地方都断网了。所以呢，没有办法进行临接。我们早就演习过了，我们都演习过，因为中部跟北部没有演习过啊。我们去年就演习过了哦，好吧？那另外呢，外国媒体看我们的汉光演习，外国媒体很重视哦，22家媒体来哦，日本就占7家哦，比如日本多重视哦，如果台湾有事，日本会怎样哦？那外国媒体看汉光演习说，新竹基地最危险。为什么新竹基地最危险？因为新竹离大陆最近。最近只有144公里，只有140公里啊。那解放军一定先锁定新竹基地，而且那边是幻象的基地。啊，我们现在都有3种飞机嘛，幻象2000，所以台湾目前还有53架。啊，那另外呢，这个 F16有130架，然后呢，这个经国号有129架，所以呢，那边一打就把你幻象都给你歼灭了，先这个。干掉你这个一部分的飞机哈，所以他们认为说新竹基地要很小心啊。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两岸开始走私的时候，新竹是最容易走私的，南寮渔港最快在那个地方啊，最快哈。那台湾人，《华尔街日报》也在问，随机问了哈，台湾人到时候会不会上战场对抗老共？他们说访问了记者5个，说呢答案不同，有的说我愿意上去，有的说躲，每个人不一样，本来就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好，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首度加入行动网络的降速测试，没想到实测结果却引发争议。不少中部人都抱怨5G 是直接断网，手机直接没有网速，就连 LINE 都不能传。而国民党立委葛如君也真的跑到中部测试，发现测速软体根本打不开，连 Google 网站都只剩一片空白，完全无法连线。他质疑，如果真的只有降速1%，没有完全断网，那么1000 Mbps 的网速应该要能测出10 Mbps， 测速软体也应该要是会有反应的，但实际上测速软体完全无法运作，谷歌更是一片空白，完全连不上。他痛批一个在没有战争的国家，竟然有政府主动断了约700万人的行动网络，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其中经济金融的损失相关评估 ，NCC 到现在都没有提供。好，首先呢，我觉得这一题我们不是要站南北哦，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在思考到说，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在即便是战争的期间，让大家有网络可用，这个是作为最大的目标。否则你讲说社会防卫韧性是什么，就是要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嘛。结果你现在的演习是我们无法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就是会断网，所以你们要先习惯哈。我举例来讲，如果今天大家要正常上班上课，不是有人讲说这个战争期间的时候，人家乌克兰还是照样正常上班上课，那大家都是习惯用网络的情况，比如我要从 A 地点去 B 地点的时候，那我没有网络，没有用这些地图的话怎么办？我是要临时去买一个地图，我告诉你还没地方卖。现在大多数的地方，你去 7 问问看，他还有没有卖地图？以前早期不都有吗？现在没有卖了。我最近刚好看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们就是反正呢在做一个实验，就他没有手机了，那怎么办？他到很多地方去问有没有卖地图，对方都还一脸茫然，有点不太确定他跟我要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你不是去保护、思考怎么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是叫人民去学说，如果断网的话，那你就忍耐一下。我觉得这本身就是非常不合理。然后呢，因为原本是说断网嘛，被批评之后就改成说什么是降速，但是实际在中部已经演习过了之后呢，是连文字讯息都传不出去，这绝对不是我们一般不叫它降速，就叫断网。大家去想，如果呢你去搭飞机的时候，现在有些飞机上面是有网络可以用的在网络上它还分成好几种，有的就是速度快的话，你可以看什么影片啊都可以嘛。另外一种就是文字讯息，就是你还是可以传文字，因为它的这个需要的速度低，好，所以理论上说，如果你让民众他还是可以在传递文字讯息的前提之下可以用。
那这才叫降速。你基本上现在就是让大家断网。那还有另外要补充的事情就是说呢，现在大家很重视汉光演习嘛，最近汉光演习，那其实在网络上面 Threads 有一个很热门的议题，它是这样子，他在讲说为什么汉光42号跟14天教召他一起嘛，为什么教召都招到说要投降的人呢？网络上就有青鸟不太高兴，就讲说为什么教召都招到要投降的人呢？然后进一步开始质疑说，为什么志愿役的军人我在这个军队里遇到的，他们也说他们如果今天战争的话，他们不想要保卫台湾呢？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的政府除了采购军备之外，有没有去好好的照顾这些在前线这么辛苦演习的军人？汉光42，它等于是以前没几天的演习，现在是天天操演，一直在增加它的 loading， 增加它的时间。我觉得确实你从事的这个工作，演习就是你应该尽的义务。可是同时的，我们政府有没有提供给他们相对应的福利跟待遇？其实没有啊。我们看到的是军人加薪的这个条例，到现在为止，我们行政院仍然不愿意依法行政嘛。我讲这个东西它当初通过3读通过之后，第一，它没有复议，行政院没有提出复议；第二，它也没有什么这个不附属这个东西都没有，它送到大法官那边去释宪，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受理，然后就不断的拖，每一次军人弟兄都在问什么时候到底要把加急的3万块钱发给我们了。然后呢，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预算审查拖得比较晚，为什么会拖？就是为了他们军警消的权益嘛。这个权益就是立法院帮你通过了条例之后，你行政院你不去通过，你不去执行嘛。当初在审查预算之前，他们就说好，我们会考虑，我们来拟方案。结果到了现在，预算差不多要进入深水区的时候，他们回答是什么？明年的预算国防预算超过1兆，照样没有针对军人的部分给予他们相对应该要有的福利。所以我问，买了这么多武器，如果军人不够，如果大家的军心不稳的话，请问谁来操纵武器？谁来保家卫国？就连侨委会主委徐家清最近很多争议，大家就说民众党让他出国玩或怎么样，这我先不管。但最起码他的儿子被调查到什么？去登东沙岛是特权，连监察院都开罚，这件事情已经是确定的。抱歉，他的儿子也是台美双重国籍啊，所以每天在那边讲抗中保台，讲这么大声的人，他自己有多少的家人小朋友？其实，如果今天真的战争的时候，是志愿役的军人要帮我们上战场，然后每天在挑衅讲这些有的没的，他们抱歉2本护照，随时想离开就离开。我觉得比较好奇，就是明年预算国防到1兆，是的，不加上其他特别预算，一下增加那么多，1兆很多钱呐。马英九时候只有3000亿。后来慢慢增加4000亿、5000亿蔡英文时代突然变1兆但是嘉庆还摆那个地方，他说要再协商，来，不要怎么看？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可能北台湾的观众朋友还比较没有 feel，后天之后再谈，以后可能大家都敲桌子了，因为虽然说是缓速了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是缓到剩下1%，所以99%的网路都没有了，那等同是没有了，那该怎么办呢？观众朋友，其实它是这样的，虽然没有网路。半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呢，它还有 SMS 的那个简讯，所以用文字的简讯，就完全不是透过 Line Line 是走网路的，你要回到电话。那我看到明显，我就想到20几年前我跟明显还在跑新闻的时候，我们都是打电话，还会背部会首长谁的电话的，现在都忘记了。我现在还没你手机号码嘞。多现在都买用 Line。对，就说你现在就是那半个小时可以打电话，所以他意思是，如果我们的4G 5G 被瘫痪了以后，还是能打电话打给凤馨姐，然后呢传简讯。你要有他号码。就是可以传，你一定要对，就是传给那个电话的号码啦。那当然，大家会讲说做这个干什么？大家会觉得不便。我就觉得啦，他是把最坏的状况给设想出来。如果真的被瘫痪了，但有一个东西，我就是觉得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就是为什么南部可以不用测试，全台湾都应该要有，包含连外岛都应该测试。那今年的理由，我看 NCC 是讲说，因为南部的实行时间是在已经实行过了，早上10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股市在下单，那你把它换过来，你明年一定要让南部的断一次，不然大家一定会觉得不公平。明年换成是台北的，变成是早上，然后就网络不缓速，然后呢南部要倒过来，这样才可以了。因为明年没选举，没关系。老师选举的关系。好，再来讲新竹基地新竹基地这个我觉得这题很重要，因为国外的媒体有发现，我相信我这里我只能讲我相信，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第一线跑新闻了，国防部应该有所准备，应该啦。因为如果你去看我们一路谈到我们的防空飞弹的部署，都是在台北盆地，在林口，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首都总统府政府机关都在这里嘛，所以都在台北盆地。那新竹基地它设定的存在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台北。
当飞机起飞以后，3分钟抵达台北盆地的上空。那为什么放幻象2000？因为幻象2000比起其他 IDF 跟这个 F16，它的这个电子作战跟半径缠斗能力比较好。20几年前是这样讲，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情况下，2个原因。第一个，发现最近这个中共的战机飞过海峡中线之后，再到临街区，或是到我们的比较靠近的地点的时候，都已经大概3分钟就能抵达台湾的。它的飞行方向不是只有台北，也有往新竹。那最近已经离新竹68公里的情况之下的时候，2分钟就会到达新竹机场。如果观众朋友，如果新竹机场被摧毁，跑道没有办法起飞的时候，那它怎么起飞来保护台北盆地，保护这些首都的这些相关的机关？所以反而外国媒体认为说，新竹基地是非常重要的。那新竹基地有没有设防空飞弹、天弓或爱国者呢？国防部一直都没有对外讲，但我相信可能应该是有啦。所以很简单新竹基地现在目前被各界发现说它是保护台北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而且呢，最近共机常常都往新竹基地飞，所以新竹基地它的跑道如何不被破坏，有没有这个部署足够的防空飞弹，让它不要变成是一个没有用的空军基地，没有办法战机起飞？我相信一旦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新竹基地一半的战机应该会立刻起飞，因为免得跑道被摧毁之后呢，后续无法起飞。休息一下再回来。